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啊！就在昨天晚间21点30分，美国公布了非农数据。非农数据公布出来，数据非常惊人，达到了预期值的接近3倍啊！那么在这样的高预期下啊，我们的美股和比特币正常情况下会因为有未来加息的一个预期出现快速下行。但是昨天晚间美股收了一个十字星，比特币的跌幅也不是很大。原因是什么呢？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已经给出来了，就是本轮非农数据的公布根本就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市场啊。原因是啊，去年的时候美国加息程度一般都是50到75个基点，而本轮行情当中，本周啊，美国的加息幅度已经从50个基点降低到了25个基点。美国加息正在减缓，虽然鲍威尔还给出一个鹰派的言论啊，说这个未来一段时间不会降息，但是它的加息程度已经减缓了，所以非农数据给出来之后，即使是高于预期值数倍啊，也不会非常大的程度上影响美股市场了。因此昨天的消息解读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行情并不会因为非农数据的给出产生趋势上的改变因此呢，昨天美股收了一个十字星这在周五的行情当中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然后我们回到美股日线级别，我们看到了1月20日同步了比特币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了之后的8节阳线组是由3根阳线构成的，第一根是8节阳线的主阳线，后面2根是干扰性的 K 线。这样的行情下，我们看到了行情当中目前美股处在杀升阳线的势力范围，杀升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目前行情当中仍然有机会走出日线级别的唐僧阴线，建立一个新的高点目前美股呢已经非常接近前高34712附近在这种情况下，非农数据公布了，加息也加完了，那么下周的行情当中就容易走完它本轮的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创立一个新高所以呢，市场让我们担心的事件已经逐步走出来了，多头趋势仍然存在。然后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走完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从1月11日同步了美股出现了一个突破性的信号，这个突破性的信号呢突破了17500美金这样的一个从9月份波峰形成的一个压力位，然后突破了140均线、169均线和19500美金，19500美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这是从22年6到11月份形成了一个波谷一个波谷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突破之后呢，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然后经历了小日线级别震荡，1月20日同步了美股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来之后，上方所有的 K 线呢，包括从1月21日到2月4日连续大概15个交易日走出了一个8节阴线组。这个8节阴线组呢是连续的震荡形成的8节阴线组，日线级别我们分析完了之后，把时间级别换到4小时级别，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极度收窄的一个收敛三角形。通过焦点之后，我们看到震荡通过焦点之后行情依然处在这个箱体结构当中。那么未来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有了这个8节阳线组了之后，就有杀升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所以呢，行情在这里震荡形成窄的收敛结构呢，我认为它会形成一个变形，就是目前的红色开口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会逐渐收窄，行情逐渐收窄，时间级别呢逐渐拉长之后酝酿一个多头，因此呢，目前不跌破22000美金，多头趋势依旧存在。那么22000美金是哪里呢？22000美金呢是从1月14日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支撑位。同时在4小时级别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144均线和169均线正在缓慢上行，构成行情当中的均线支撑。因此呢，这个位置上存在结构性支撑和均线支撑两重支撑依次推动着行情继续上行这个结构呢会从红色收敛三角形逐步过渡到白色的时间拉长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然后寻找时机发动突破突破之后呢，我们给出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欧这个目标位大概是在27500美金，同时呢，这也是周线级别上涨西欧完成的一个
重要的目标位和压力位啊，这个位置呢是在169均线周线级别169均线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压力，因此呢多头行情仍然在继续设置止损之后积极布局抓住本轮行情小反弹大反弹的这轮趋势。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一个反弹动作，这个反弹动作呢存在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附近，这个支撑位呢是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交易点形成了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连续震荡了7、8个交易日从这个1月24日一直震荡到2月1日，连续震荡之后呢，支撑位起到了作用，然后发动了突破。这个突破呢，我们认为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的一个突破性信号。那目前呢，走出了一个乌空阳线，就有八节阳线、沙仓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反弹过程当中会带动以太坊出现一个相对于比特币的一个急速拉升。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对 USDT 的价格上来。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了同步比特币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呢，1月20日走了一个新的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乌空阳线，然后行情开始震荡调整。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收敛结构。这个收敛结构呢，在近交点附近发动了突破，已经发生突破之后，上方就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么目标点位和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压力位就是在$2000附近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目前已经领涨于比特币目标点位是$2000。然后昨天我们会员群布局的重点币种是 Luna C 出现了大概有20个点的急速拉升。怎样找到呢？我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给了出来这个非常容易找，但是板块轮动过程当中，你要真正的观察行情，能够找到这样的币种非常不容易。因此我们自己开发了一个实时追踪选币的软件所以呢通过这个软件就可以随时发现这种急速拉升寻找突破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和币种。那么在 Luna C 这里呢，我们正是观察到了它的一个5日均线和10日均线突破了140均线和169均线这个首先是从15分钟级别上观察到了这种现象。那么操作线突破观察线之后，就是我们追击的一个很好的点位。那么追击布局之后，我们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小线级别，切换到小线级别，再次看到它有个上拉的趋势，然后切换到4小时级别，切换4小时级别上同时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也看到了它的一个上冲动作，然后我们再把时间级别切换到日线级别。那在日线级别上，对于 Luna C 来说，我们看到了它是明显落后于什么呢？比特币、以太坊，甚至很多暴力上涨的山寨我们看一下 LNC 的这个BUSD 交易对吧。我们看到这里的 K 线系统正在上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但是均线系统还没有跟上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币种，我们随机看一下，比如说 Mask 在这个位置上，在10月份就已经完成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就是5日均线突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我们再寻找一个，比如说一阴沟一阴沟这个位置上也是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被5日均线、10日均线突破，但是 Luna C 这个位置上它没有跟上来，证明它远落后于行情，远落于包括主流币、包括山寨币、包括一些激烈上涨的币种。因此对于落后的币种来说，它就有一个补涨的需求。那在补涨需求我们清楚的情况下，通过微观的15分钟级别的观察到了它的突破，就应该进行追击所以呢，在昨天上午大概90点钟的时候，我给会员群做出了提示要对这个做一个追击。为什么追击呢？原因就是在这个位置上，15分钟级别的5日均线和10日均线上穿了144和169，这就是一个多头的信号。追击之后呢，我们看到最高获利20%最高从这个点这个位置上到高点大概是20%的利润。那昨天晚间由于美国公布非农数据有一定的程度回调今天又回来了这20%又回来了，但是已经脱离了我们的成本位。那么未来呢，
Luna C 啊，有可能继续成长啊，从这个15分钟级别的突破啊，发动到小日线级别突破，发动到4小时级别突破，最终呢发动一个日线级别的突破。那么现在 K 线已经走上来了，但是均线还没有跟上来，因此呢，对于 Luna C 这个趋势来说啊，它就有机会发动进一步的上涨。最终呢，在行情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以昨天悟空阳线为标志的一轮上涨西游啊，因此呢，我们是抓住了这个位置，抓住了这个信号。还有就是啊，目前有一些之前首先启动的币种，比如说 Gala 啊、Soul 来说，目前正在进行调整啊，这个不用担心。我认为调整之后啊，会有一轮新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 Soul 啊，这里面看到了啊，一个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完成了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已经出现了，出现之后呢，一直在这个位置上震荡啊。但是我们看到5日均线、10日均线作为操作线，已经突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证明它的上涨趋势呢依旧存在。在这种趋势下呢，未来可能会走出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啊。因此呢，对于 Soul 来说，虽然落后于很多币种啊，包括它已经落后于比特币了，但是未来呢，我认为它有一个补涨的行情出现啊。那么对于 Gala 来说呢，我们看到啊，它在这个位置上啊，出现了领涨行情啊，它是1月6日上涨的，比特币呢是1月11日开始启动的，那1月6日上涨之后，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做了一个向上的缓行的突破。缓行突破之后，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容易发生变盘，之后，我认为还是容易继续上行，最终呢，它会完成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目前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呢，仅仅走出了悟空阳线和八节阳线组，八节阳线组之后呢，可能会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啊。因此，对于 Gala 来说，这种领涨币种啊，完全不用担心它接下来的进一步的拉升。我们看一下 HIGH 啊，这是这轮行情涨幅最大啊，非常标志性的有热点的啊，包括了CZ 啊对它的关注啊，对VR 板块的关注啊，还有周杰伦和 HIGH 的合作啊，和 HI 的合作。那么它的起涨位置是在1月29日，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后面的所有的 K 线呢，我们认为是一个八节阳线组。那八节阳线组走到这里面，为什么还继续调整呢？原因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呢？看到了一个我称作平头哥的东西。上方这个接近4美金的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连续的阻力啊，这个阻力位出现之后不容易顶上去，因此我们看到崩峰连线构成了一个平头的一个阻力，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回调。发生回落之后呢，我认为它的一个结构呢会继续拉伸啊，这样呢会同步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一个结构啊，非常类似的结构。拉伸之后呢，我们认为它这个收敛三角形逐渐把这个时间线拉长之后在拉长之后呢，会形成4次的等位置的波峰。等位置波峰形成之后再度发生突破，才认为继续上涨。那么在趋势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仅仅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和八节阳线，那上方可能会有沙僧和唐僧阳线。最终呢，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通过合并之后，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目标点位10美金。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西游战法感谢大家，再见。